大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。徐凯和吴谨言主演的《上时》正在热播中。这部剧是明朝背景的古装剧，而明朝古装剧往往少不了锦衣卫这个角色。像是之前任嘉伦在《锦衣之下》就是演锦衣卫，不过锦衣卫可不是谁都能演，这个设定对身高、气质、演技要求都很高，演得好是万人迷，演不好就像是东厂里的公公。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演过锦衣卫的男演员，看看谁最让你印象深刻吧。王一哲、上时有一番。最近于正的新剧《上时》正在热播中，跟《延禧攻略》女主与白月光 CP 一样，上时女主与男二尤一帆之间也非常好磕。尤一帆的扮演者正是之前在《玉楼春》里演男主备受诟病的王一哲。此次王一哲由富家少爷摇身一变变成了锦衣卫指挥使，不得不说锦衣卫的飞鱼服真的非常有魔力。在《玉楼春》被骂古装丑男的他，飞鱼服一上身，颜值都高了不少，加上人设也非常好，莫名非常讨喜。不过他的气质太软糯了，演不出那种刚烈劲儿，总体感觉还是有些稚嫩。任嘉伦《锦衣之下》陆毅。要说到古装剧最经典的锦衣卫，当然就是任嘉伦在《锦衣之下》演的陆毅喽。任嘉伦在《锦衣之下》的造型超百变，前前后后至少出现6套飞鱼服，除了有贵气的紫色，还有暗红色、鲜红色，有披肩、无披肩，各种版型、刺绣花纹，每一套都超级帅。由于《锦衣之下》的特效做得很差，结果被网友吐槽说钱都拿去给陆大人买衣服了。不过说句老实话，任嘉伦真的好适合飞鱼服，只要穿上这服装，就是他认真搞事业的时候，气势逼人又有贵族风范，连坐姿都很霸气。这该死的迷人气质，每看一次都被他帅晕一次了。配上拿捏的恰到好处的演技，整个就是一场视觉盛宴。这3法司文书我暂时先收下来，此事我自然会向皇上言明的。杨洋少年4大名捕无情，杨洋穿锦衣卫飞鱼服也超级帅。他当年在少年4大名捕只是配角之一，男主角是张翰。不过他应该是所有人中最能 hold 住飞鱼服的人吧。他饰演的无情是个玉树临风的谦谦君子，外表温润如玉，内心却毫无波澜。因为之前的一段刻骨情伤，他将自己的内心完全封闭起来。执行任务时神色冷峻而潇洒，擅长使用暗器、扇子为主要武器。哪有这么帅的锦衣卫啦？连男主张翰都被他比下去了。难道这就是古装男神的魔力吗？张翰《锦衣夜行》下旬。说完杨洋，那就必须要聊聊张翰。2015年，张翰主演了同名小说改编的武侠剧《锦衣夜行》。当时官方宣称该剧集结了国内最顶级的古装剧制作班底，是奔着大爆去的。故事讲述张翰饰演的男主夏旬阴差阳错顶替富商秀才杨旭，成为锦衣卫，辅佐朱棣成就一代伟业的故事。作为一个常年游走在霸道总裁界的男演员来说，拿起绣春刀当皇帝的一把刀，无疑是有看头的。但张翰的转型之路长且阻，该剧杀青不久就遇到了限韩令，以至于播出无望。其实张翰挺适合演这种高冷角色的，之前他演的罗成一开始也不被看好，但播出之后反响不错。从《锦衣夜行》的片花可见，他的败相也还可以。不过比起张翰，男二徐正熙和男三魏千祥似乎更受期待。他们同样也是锦衣卫，魏千祥饰演锦衣卫都指挥使纪刚。徐正熙饰演的西门庆则是有双重身份的锦衣卫，长袖善舞，八面玲珑，手段圆滑，做事老成，还是一个妇科名医。通过父亲传承了锦衣卫的身份，武功极其高强。没看到徐正熙和朴敏英对戏，属实有点可惜。郑业成、祝清豪、陈燕。2014年《古剑奇谭》爆火的时候，郑业成还只是马廷宇身边的一个小跟班，名字都取得简单粗暴，旺财。短短几年时间，他已经混到了男主圈。这几年主演的《三千鸦杀》《离人心上》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收视率，他的人气也与日俱增。2021年，他与袁冰妍主演的《祝清好》拍摄完成。该剧改编自小说《我的锦衣卫大人》，讲述的是病娇郡主刘玲与武功高强的锦衣卫沈燕的爱情故事，题材听起来蛮有看点。虽然该剧还未播出，但是从目前官方公布的剧照和片花来看，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尤其是郑业成饰演的锦衣卫，真的太亮眼了。郑业成是京剧武生出身，有10几年的唱念做打生涯。有武术功底还没有功底的演员，在拍打戏上的区别是很大的。看过郑业成打戏的人都会被他行云流水的动作所吸引，相信在功夫的加持之下，他的锦衣卫会演绎得更加出彩。陈坤《龙门飞甲》羽化田。陈坤在电影《龙门飞甲》中饰演的西厂厂工羽化田也让人印象深刻。羽化田这个名字有点像东方不败，气质雍容，举手投足延续武侠反派的妖娆风格，是全片灵魂。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这
就是西厂，够不够清楚？真的不知道该说是陈坤太帅还是太美。张震、绣春刀、沈炼，在众多影视剧中，锦衣卫是正义的化身，东厂西厂里的公公则多是心术不正、欺上瞒下的反派 BOSS。而在绣春刀里，我们也看到了作为锦衣卫的残酷血腥，以及内部的勾心斗角和无能为力。张震饰演的沈炼有私心、有欲望，有在职场郁郁不得志而像蝼蚁一样的苦苦挣扎，同样也有大义凛然的一面。这样的男主角比起那些被主角光环完美化的男人更加有血有肉。他武功高强，却在腐朽混乱的潮局之下成为被人利用完就扔的棋子。这样的他其实不适合官场，快意恩仇的江湖才是他的归处。沈炼这个人物的内核是悲剧，他没有那么意气风发。剧组在《烈日炎炎》中拍摄，正好让张震身上有了一些疲乏和沧桑的气质。张震并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美男子，但他是一个有棱有角的型男，严丝合缝的飞鱼服在他的身上霸气侧漏，男人味十足。老实说，这种明朝造型真不是一般男性能驾驭的，脸型不好看，戴这种高帽子就会被拉低颜值。不过张震一样帅。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他用袖子擦拭刀上鲜血的镜头，眼神麻木而冷峻，加上脸上的伤疤、衣服上的血渍，一个刀尖舔血的男人刻画的淋漓尽致。朱亚文大明风华主演技，朱亚文这几年已经在电影市场站稳了脚跟，发挥越来越稳定，被他圈粉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一度有人称他为行走的荷尔蒙。他是帅气的，也是有男人味的，但他的服装比较出造型。在大明风华里，他饰演皇孙朱彦基，穿上大明朝最飒的制服飞鱼服，却有一种逞功的感觉。有网友发文吐槽说他长里长气的，他还大摇大摆的跑过去拍了一张我娘们的图去评论，令人哭笑不得。当然，这跟他的人设也有莫大的关系。前期他是锦衣玉食的太孙，有些纨绔，看起来不太正经，因而也就成了大家口中所说的厂工气质。后面他上了战场，当了皇帝，表现得更加成熟稳重，男人味儿也更加突出了。萧正楠，怪侠一枝梅，殷无求。殷无求是怪侠一枝梅里的一个反派，本名包来应，他与霍建华饰演的黎歌孝本是兄弟，后来因为两人都心爱的女人如意惨死而反目。之后他投靠严嵩麾下，被提拔成了锦衣卫指挥使，充当着严嵩的爪牙。这个角色是妥妥的美强惨，前期各种惨，后期各种病娇。萧正楠演绎的又狠又邪，又贪婪又可怜，非常带感。可惜的是，该剧播出的时候并没有大火。现在看来，这部剧不管是剧情、演员的演技，还是打戏，都算上乘。剧里萧正楠的眼神戏非常出彩，邪魅的笑也不会让人觉得油腻。谁都不会安心，可是请公子放心，要动公子难比登天。这么一个有颜值有演技却一直不温不火的演员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应浩明，大明锦衣卫李毅。应浩明也是有颜值有演技却总是不温不火的典型代表。其实他并非千年男配，他也曾演过网络电影的男一号。在大明锦衣卫里，他饰演的男主李毅是锦衣卫副指挥使，人设高大全，他的扮相与人物也还算契合。可是由于剧情太烂，主题不明确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最终收获了3.9分的评分。好不容易演一次男主角的应浩明，在大多数人扮演都翻身了的锦衣卫上，却并没有现出水花来。除了他们，功夫明星甄子丹2010年也拍过一部电影《锦衣卫》，他饰演的锦衣卫指挥使青龙武力值高，六亲不认，本是一个冷血杀人机器，却成了别人的眼中钉。片中打戏非常精彩，甄子丹的锦衣卫服饰一身黑，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。兵部兄弟，任嘉伦合作的《与君初相识》也算一个，只是有人是惊艳，有人却是惊吓。同样的设定，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？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影视剧里两极分化的人鱼造型吧。先上几组养眼的，白冰在《幻城》中饰演的美人鱼莲姬，一出场就惊艳了不少人。长成雪狐精灵，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因为出演的是少女时期，所以她在这部作品之中出场戏份并不是很多。不过美人鱼最经典的还是钟丽缇。1994年上映的电影《人鱼传说》中，她饰演的美人鱼至今都被观众们奉为经典。当年才24岁的钟丽缇正处于颜值巅峰，脸型饱满圆润，五官明艳大气，而且她的演技也很好，外形性感美艳，一颦一笑却娇羞可爱，把陈玉峰拿捏得死死的。
钟丽缇在表演上也相当敬业，原本导演在拍水下戏时为她准备了替身，但她坚持全程亲身上阵。她会专门抽时间在水中练习游泳，拍戏时也每天都要在水里泡5-6个小时。她还尽量每天提前好几个小时到现场，保证有充足的化妆时间，让妆效尽可能的达到完美。凭借颜值优势和自身的努力，钟丽缇饰演的美人鱼最终呈现出了令人惊艳的效果。在水中摇曳的她轻盈婀娜，风情万种，每一帧都美如油画。在喷泉池中失声戏水的她，表情调皮可爱，依旧美到勾魂摄魄，堪称性感尤物。颜值够高，气质够撩，在水中游来游去的曼妙身姿也好过现在的特效，难怪会成为观众心目中抹不去的经典。徐怀钰在《天地传说之虞美人》中饰演的鲤鱼精也是很多网友的童年回忆。化成人形时的她古灵精怪，衣服的材质也像鱼鳞似的。虽然现在看来服装有点廉价，但很贴合人设。当年的她颜值也很高，算不上精致美艳，却清纯可爱。她在水中游动的样子稍微显得有点笨重，但还是很有美人鱼的绯闻。鱼尾做的也很逼真，不仅对应了鲤鱼的颜色，还有一片片鱼鳞，再加上剧情的凄美虐心，这版美人鱼最终也收获了不少好评。赵丽颖也在《追鱼传奇》中饰演过鲤鱼精，人设同样古灵精怪。当时才26岁的赵丽颖，满脸胶原蛋白，扮相明媚甜美，一身红妆衬托的她明艳动人。包子脸的她还时不时嘟嘴卖萌，一颦一笑都灵动可爱。虽然这部剧的特效和水下的妆容很拉垮，红色鱼尾看起来很假，最多5毛钱水平，脸上的高光和眼部的闪粉也很突兀。但好在当年的赵丽颖颜值够高，完美消化了奇奇怪怪的特效和妆容，最后的效果还算不错。凭借电影《美人鱼》走红的林允，扮相起初备受争议，网友们觉得她不够灵动美艳，但这部电影中的美人鱼更像是懵懂善良、涉世未深的小女孩。演绎系场下的林允长相天真甜美，还是蛮符合人设的。素颜出镜的林允一脸清纯，表情呆萌，不少观众觉得她很可爱。她在表演上也放得开的，举止有趣又滑稽，展现了更接地气的美人鱼形象。但这种搞怪的美人鱼形象还是比较适合出现在喜剧中，大部分影视作品中的美人鱼走的都是唯美清新路线，比如杨幂主演的《狐珠夫人》中，42岁的董璇扮演的鲛人就仙气飘飘，美艳绝伦。全剧最美的一幕就是董璇在神秘静谧的深海中自在游动。她身上的银色鱼尾看起来真实又飘逸，看得出剧组没少在特效上砸钱。董璇的身材保持的也很好，摆动鱼尾的样子轻盈自如，她的妆容也很精致，皮肤通透白皙，一抹红唇显得气色很好，看起来高贵优雅。只是滤镜开的也太大了，细看缺乏了一点动人的质感。好在董璇后来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拍摄时的高清照片，网友们直呼大饱眼福。韩剧《蓝色大海的传说》中，全智贤扮演的美人鱼惹如清水芙蓉般美的令人过目不忘。接下这部戏时，全智贤才刚生完孩子不久，但她依旧身材窈窕，皮肤紧致，经得起高清镜头的考验。她每次下水时，身段轻盈柔美，鱼尾也散发着光芒，宛如贵气的人鱼公主。邱世元在《东海人鱼传》中饰演的美人鱼希音也很拉好感，初登场便惊艳了大家。网友们纷纷直呼这条人鱼我可以。古早老剧《碧波仙子》中，孙菲菲饰演的美人鱼，光看形象就惊艳的不行，额间一枚花钿，披头散发，穿着红衣，却自带一股风情，看上去我见犹怜。人鱼的鱼尾看上去虽假，但仙子一摇尾，带起一片水珠，却让人动心的很。悠悠地侧卧在竹筏上，支着手看远方，眼睛含笑，十分俏丽。看来想要塑造出真正的美人鱼，除了颜值和身材以外，剧组的特效、妆发和营造的氛围感也很重要。一旦剧组的审美特效水平不在线，演员颜值再高，最后呈现的效果也会很辣眼。比如冯绍峰在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中饰演的鲛人，画风就有些狰狞。这部剧光看名字就知道是偶像剧，但他这披头散发的造型一登场就带着危险气息。果然，变身鲛人后的他，头上有犄角，耳边有耳旗，还有2条蓝色的普臂。看着这锋利的指甲，还以为他是要扒拉女主的海底怪物。本该唯美浪漫的画面，居然有种诡异又惊悚的感觉。这特写镜头真的不是在坑冯绍峰吗？不仅显得他身材笨重，脸型还有点扭曲。据说这个造型是特效团队花了3个月制作完成的，还用3维扫描和3D 打印的技术做了演员身体的模型。但实际呈现的效果跟2维效果图的差距还是挺大
下的。不过这一次尝试鲛人造型被吐槽后，冯绍峰在这部剧中第2部中又挑战了一次，这一次就更辣眼睛了。尔奇和普碧没有变，身上的盔甲居然只遮挡到胸部，露出了不明显的腹肌，油腻感都快溢出屏幕了。任嘉伦在由小说《玉娇记》改编成的古装剧《与君初相识》中扮演的鲛人也遭到了吐槽。传统印象里，鲛人精致美丽，下半身为鱼，长长的鱼尾会十分的漂亮。而任嘉伦演的人鱼一出水，形象直接是上半身偏了一个鱼摆，让人以为他的下半身只有这么短。人身和鱼身的衔接也做得十分潦草，像是硬拼接上去的。上半身的造型也十分拉垮，梳一个辫子头，突然有了嘻哈那味儿。最后鲛人被绑在树上，还颇具喜感。不现原形的时候，任嘉伦的妆造才正常了许多。所以设计师是跟人鱼这个家族有仇吗？只能说这样失去美感的预告一呈现，让人期待值一下降低了不少。这样的辣眼的人鱼，上一次遇见还是在12潭里，特效假的仿佛特效师是打着瞌睡做出来的。而且剧里的设定，左边的男人其实是一条鲲，右边才是美人鱼。现在看看这塑料感满满、摆动幅度诡异的鱼尾巴，再看女演员邓恩熙脸上红配绿的眼影，身上脏兮兮的大亮片，还不如巴啦啦小魔仙有高级感。好好的美人鱼却被剧组搞得像晒干的咸鱼，尾巴僵硬到都快抬不起来了。如此粗制滥造的特效，还不如直接套条鱼尾裙呢。就算演员颜值在线，特效勉强过关，剧组也没在造型上进行什么2次创作，也未必能拍好美人鱼。遇上不会营造氛围的导演，唯美爱情片分分钟就会变成恐怖片。华胥之绝爱之城有个片段中，甘婷婷饰演了一位为爱变成普通人的鲛人，她五官端正秀丽，气质温婉大方，颇具古典美，撑起了花花绿绿的古装造型。对化身为鲛人时的她却把观众吓了一跳。黑漆漆的夜色中，她摆动着鱼尾，面无表情的从水中探出头，仿佛是来索命的女水鬼。全身灰扑扑的她从水里冲出来，画风也太阴间了吧！看到这样的女主，男主不吓跑就算了，哪里还敢心动呀？而杨幂早年在电影《人鱼帝国》中的美人鱼扮相更是不用气氛烘托就足够吓人，全身上下都是金属质感，头上的装饰物真的不会把脖子都压弯吗？身上还背了个大大的蝴蝶形状翅膀，要是不看片名，根本猜不到她演的是美人鱼。当剧组审美上线时，即使颜值不够，氛围感也是有的。刘黎里有一位鲛人衣冠廷奴，在里面的气质虽然算不上美，但绝对不丑，并且演员演出了独到的气质，温润、冷静、脆弱，与世无争。对人鱼形象的设计也能看出来，剧组并不敷衍，肯把钱花在特效上。当然也比较巧思，让鲛人穿上衣服直接避开了上身与下身衔接的处理。其实扮演过美人鱼、鲛人的演员们基本上都有高颜值和好身材，但越是妆造简单、色调清新，演员亲自下水的越容易达到惊艳的效果。所以想要拍好美人鱼形象，演员们至少要好好练习下游泳，尽量做到轻盈自如，画面才会更加好看。剧组也应该认认真真做好特效，毕竟粗制滥造的效果根本糊弄不了观众。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一太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关注， 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